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宇，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11月14号礼拜六，昨天是13号礼拜五。可是你们知道吗？5年前的11月13号也是一个礼拜五，就是那个黑色礼拜五。巴黎发生了非常惊悚的恐怖袭击，而且当时那天我就在巴黎，并且距离第一个恐袭的地点步行不到15分钟。所以接下来的就是我想讲讲5年前11月13号那天发生的事情，说说那天的故事吧。实际上那个故事要从10月份开始说起。那一年的9月份我搬到了里昂，因为前男友还住在巴黎，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远距离的恋爱。不是他某一个周末到里昂，就是我某个周末到巴黎。住在欧洲的小朋友可能都知道，欧洲的火车票实际上是浮动的，毫无疑问，你越晚买，票价一定是越高的。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我就在订11月份的火车票。就在那个时候，我无意浏览到巴黎很出名的一家鬼屋会在黑色礼拜五11月13号那天办一个很特别的活动。我一直都非常想去那个鬼屋，于是我立马就发了消息给我在巴黎的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去那个鬼屋。最后我就订了4张票。然后故事就发生到了11月13号那天，我5点钟下了班，坐上了5点半钟从里昂开往巴黎的火车。7点半钟到了巴黎，我马不停蹄的就赶往前男友的家里，把行李放下，就拉着他一起去往了鬼屋。我们俩甚至都没有时间吃上饭，只是在地铁口买了一个松饼。我们到达鬼屋的时候快到9点，因为我们预定的时间是9点半，我的小伙伴们大概是9点10分左右到的。我们4个人都非常的兴奋，讨论鬼屋里会有什么样的活动让我们惊喜。这是在我们谈论当中，一直到了9点半，似乎并没有人进去。我们想这可能是法国人的速度，也许鬼屋里还有一些人员或者是设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可是到了9点40，突然所有的保安都出来，然后对着我们说，今天的活动取消，你们的票款会直接打回到你们当时订票的信用卡。然后语气都是非常的慌张，对我们每个人说，你们一定要尽快赶回家里，不要在外逗留。所有的人肯定都毫无疑问地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保安没有任何的回答，我们只好在骂骂咧咧中散了场。我们4个人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试图搜索了一下主要的新闻网站，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我们当时只是觉得可能有点严重，但是不知道任何情况。就在我们走往地铁站的过程，我们发现地铁站居然关闭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严重，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消息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准备打车各自回家，可是你知道巴黎有多难打车，而且那时候 Uber 可能刚刚进法国，用的人非常的少。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这时候从远处驶来了一辆公交车，恰好那辆公交车就是开往我前男友家的。我其中的一个朋友家其实离我前男友家非常近，我们就劝说另外一个住在不同方向的朋友和我们一起上了那辆公交车，邀请他们一起都到我前男友家，因为我们实在不放心他一个人，虽然是一个男生，但是他一个人在这种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晚上，自己在外等车或者是打车。当我们4个人都上了公交后，司机告诉我们，就在距离这个公交点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次恐怖袭击，所以地铁全部关闭。我们4个人完全不敢相信他说的。这个时候我前男友开始在 Twitter 和脸书上发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发生恐袭的那个餐馆真的是距离我们要去的那家鬼屋步行不到15分钟。我们4个人才受到了极度的惊吓，完全不敢相信那这件事情是真的。再后来的事情你们大概也就知道了吧。10点左右，另一对恐怖分子在举行演唱会的巴塔克剧院进行了屠杀，然后和警察一直对峙到0点。再然后主流媒体也全部开始在报道，所有的法国电视台电台也进行了直播。我们难以想象，就是在那辆公交车上的不到20分钟时间里，正是恐怖分子在巴塔克屠杀的20分钟。回到我前男友家大概10点半，
我们4个人不知道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各自的手机，然后电视也开始播起了直播。我记得大概到11点钟的时候，我给大家煮了点吃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交流，大家似乎心情都上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电视里突然开始放了一些堆积如山或者是倒在地上的人群，那个画面过于血腥，我就开始崩溃大哭。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没办法，只好安慰我，然后说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大哭，然后3个法国人还在安慰你，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尴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4个人才开始缓过神来，就开始互相的鼓励和互相的打气，然后继续看着电视里警察和恐怖分子的僵持。我记得这个僵持是一直持续到凌晨，然后我们4个人也全都没有睡。之后我们4个人就窝在沙发上，海阔天空的聊曾经的伤心，聊自己最接近的危险，聊对未来的畅想。空气里还弥漫着味噌的乌冬汤的味道，但是我们4个人就这样聊到了天明。再后来1个礼拜后，我就和前男友分手了。虽然后来我们又分分合合1年，但是恐袭后的那个礼拜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提出分手。恐袭的那天晚上，我当时的老板在11点钟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我知道你今天去巴黎，而且我知道你要去的那家鬼屋和恐怖袭击的那个餐厅距离非常的近，你还好吗？你现在在哪？我很担心你。这个前老板现在已经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之一，我们会在不同的国际会议上碰头，一定会找个时间吃顿饭或者喝点东西。我回到里昂或者是他来到巴黎，都会相互发个消息，看有没有时间聚一下。去年我搬回了巴黎，9月份找房的时候，我在一家咖啡厅等中介开房的钥匙。在我抬头的那一瞬间，我居然看到对面的餐厅就是那个恐袭的小柬埔寨，而现在我就住在当时看房的那个房子里，从我的阳台上就能看到小柬埔寨的餐厅，可以看到拥挤的人群在那里点餐。小柬埔寨依然还是这条街上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但是装潢和人员可能都已经换了。曾经的小柬埔寨餐厅，我在当时新闻里看到的图片是非常老旧的，而现在全部换成了非常明亮的陈设，所有的家具都是非常现代的。时间飞快，5年一下就过去了，当天的记忆还非常清晰的在我头脑当中。我会放一张图片在这里，是昨天巴黎市政府在小柬埔寨的对面放的鲜花，纪念那些在那次恐袭当中逝去的人们。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恐袭带给我们的变化。Peace and love， 在这个不安宁的2020。谢谢你收看我的频道，拜拜。